别回头。这是谁家把孩子和这些东西一起丢下来的？掌门师尊，您又一夜没睡。睡了1个时辰。山下丹坊来人催账，这个月再不结清灵草钱，咱们就会被剔除供药名单。库里只剩17块下品灵石，全宗37人度日艰难。我炼的丹药接连炸炉，现在连轻微筑基丹的辅料都凑不齐。我今日下山一趟。您不会要卖掉本命佩剑吧？御风谷还没到这一步，我只是下山碰碰机缘。师尊，那您路上小心。小鱼灯灯破了，谁来帮帮小李呀？这孩子天生灵韵之体，不，比灵韵之体还要不可思议。爷爷好。小姑娘，你怎么独自待在这里？你的家人呢？爷爷去很远的地方采药草，说能治好我的病，让我在这里等他。我数了15个日出日落，馒头吃完了，水也喝光了，他还是没回来。你叫小李？爷爷在河边捡到我，说我像小鱼，取名小李。这盏灯是他临走做的，说鲤鱼跳龙门，能保佑我平安等他回来。15日未归，只怕是凶多吉少。这可怜孩子，小李，跟我回山上好不好？山上有热饭软床，我帮你修好鲤鱼灯。想等爷爷，我们就一起等。爷爷说不能跟陌生人走。我们交换名字就是朋友，不算陌生人。我叫雾影，是玉仙谷掌门。山上有4位师兄师姐，还有小鱼塘。你要是不喜欢，我随时送你回来。好，我去山上看看，有小鱼我就多待一阵。爷爷身上有太阳的味道。掌门师尊，这是……小声点儿，以后她就是你们6师妹，去把其余弟子叫来，别吵醒她。大兄，二师姐，谢青薇，掌门捡回来一个小娃娃。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哇，好可爱的小娃娃。他爹娘在哪儿？先把东边暖阁收拾出来，被褥晒软，厨房煮稠红枣灵米粥。孩子饿了许久。我去煮粥。香。师尊，我的修为好像有所突破。他身上的并非普通灵气，是天生符韵，极其罕见的天生符韵。灵泉活了！老天爷啊，药全部活过来了！外面为什么这么吵呀？那边好亮，像星星。
7年平静，就这么破了。狮子，我昨天梦到好多鱼在天上飞。它是咱们御风谷的福星。领域。灵泉、药田，我的剑台，这块灵玉全部是他来之后出现，绝非巧合。从今往后，小李是御风谷第一要护之人，谁都不能让他受半点委屈。小丫头多吃点儿。谢。老婆儿真是瞎了眼，这种穷酸山野村夫，买一块膏就多贴一块，铺子早晚赔光。剑修，哼，来了个大的啊！哎，这小孩撞翻老子货，今天不赔10块零食，甭想走。马三又讹人了，专挑老弱下手。这马三最是无赖，不好惹。这兄妹俩怕是要吃亏。婆婆，它摊上的核桃是坏的，里面虫虫好多，婆婆离远一点。你个小兔崽子，胡说什么呢？坏虫虫，快走，走开！这孩子是有仙人保佑吧？师尊说，不偷不抢不骗人，老天爷会帮着乖孩子的。锦鲤福泽，竟真的现世了。一包给谢哥哥，一包给师祖，剩下的都是我的。别睁眼！我这卷师尊，你守好他，半步不离。山下有人放箭探路，箭上绑了拘魂符，冲着符瓮来的。封山令即刻传下去，从今日起，所有弟子上下山必须结伴带符。100年没见血符宗的东西了，他们盯上小离了。血符宗的标记，他们怎么知道小李的事？血符宗100年前专靠追捕天灵童炼制丹药，被正道围剿后销声匿迹，如今卷土重来。消息走漏了，小李符运太盛，瞒不住太久。封山大阵即刻全力运转。五师兄，你看，我昨晚梦见大鱼给我盖章了。这是符运印记，千万别让师尊以外的人看见。100年前没护住的人，这一回一个都不能丢。小锦鲤，养肥了才好收网。不可能，他怎么能察觉溯源镜？坏叔叔，你再偷看，核桃虫虫就爬你被窝里去啦！这群狗东西比苍蝇还烦！小锦鲤香得很。纸人探路符，血符宗最迭手段，但敢放出来，
说明他们已经摸到山脚了。大阵撑得住，但灵脉恢复时日尚短，根基不稳。他们会不会趁夜摸进来？他们在等小离下山，只要他不出阵，血符宗一时半刻攻不进来。嗯，天上的云怎么像坏叔叔的脸？这小崽子怎么次次都能察觉？这起因，血宗想封住他的符韵。传令下去，从今任何人不得单独出暖阁100步之内。血符宗要动真则了。嘿嘿，桂花糕好吃。来人啊！有东西闯进来了！锁魂符损，沾上就追魂索命。这孩子，大师兄，有鸟撞我窗户，好吵。他们敢把符缎放进院墙，看来师尊的封山大阵有漏洞了。有人偷偷埋进来的，而且埋了不止1天了。纸人埋阵，引符韵外泄。灵泉这3天水量暴涨，不是好事，是血符宗用邪术在抽我们的灵脉。他们在借小李的符韵养阵，等阵养够了，就是破山之时。泉底有东西，缠住灵脉了。血符宗的抽灵蛊附在泉眼石壁上，吸走灵力的同时把邪气灌去，不除掉蛊虫，灵泉3-5天就废了。小鱼，小丽别碰，水里有脏东西。虫虫咬我，就好了。他主动触碰蛊虫，是本能想救那些鱼，还是他知道自己的符韵能克制邪物？不管是什么，他不能总被我们护在怀里。血符宗的手段越来越阴，有些事他得学会自己挡。师尊、师兄、师姐，以后坏东西来，小丽也可以帮忙赶走，不怕的。小丽有金光。小丽7日后子时，血祭引符，破山取里。莫尘，100年前那个杀过37名灵童的血符宗大长老，他还活着。7日够了，该备的东西全部备齐。符韵入剑，化里剑真的化里了。小鱼，小鱼在天上飞。极品丹，又是小黎碰过的材料。二师姐，这个圆圆的糖豆好香，能给小黎1颗吗？1颗就好，多了你受不了药力。六师妹，你这本事比灵脉还好使，一下就坚固了。六师妹，野花加固阵法有效。300多年了，宗门灵脉第一次主动向外溢散符则，这孩子是老天还给御风谷的。又是你7日，你跑不掉的。你才跑不掉，我师尊、师兄、师姐都会保护我的。而且，小丽自己也会咬它。
来了，第一波。血符远程玉树，墨尘本人没到，这些是探阵的卒子。他主动出手了，没有谁教他。他知道自己能护住这里。从今天起，他不是我们的累赘，他是御风谷的第一道阵。5日后，我亲临去里里，宗内留1人告密者，可免死。内奸。二师姐，那里有别人吗？内奸能画出内殿全貌，入宗制至少10年以上。10年以上，那不就是咱们师兄弟几个？不是我，不是我天天跟着六师妹。清淡，昨夜子时，你在何处？我在药炉炼养神丹，火候到了最关键的时候，没离开半步。那令牌上怎么有丹灰味儿？掌门师兄，昨夜有人趁我空丹火时，用纸鹤潜入药屋，丹灰气味不是我的，是纸鹤自燃后的残余。有人在栽赃。谁在栽赃？查到底。先从昨晚所有进出过药铺100步之内的人查起。昨晚，三师兄去药炉后院搬过石灰泥。我是修墙去的，我还留了半袋石灰在那儿呢。五师兄，昨晚我看那个高高的黑影从药炉后门出来，往灵泉那边走了。那个人走路跛脚。纸符哪来的？你给谁传过话？三爷，不是我，是有人逼我。那人说，若我不放符，就杀了我山下的孙女。我只放了符，其余什么都没干。从这儿走的。埋伏点附近的脚印，去的时候右脚印浅，因为瘸腿拖着走；回来的时候右脚印深。周伯，你回来的时候腿不瘸了？装瘸是那人让我装的，他说只要装跛脚3年，每月给我孙女寄银钱。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他每次来都裹在黑影里，声音很年轻。周伯只是传符的棋子，真正布阵人还在暗处。但有一点已经确认，内奸并非要杀小李，而是要把他的符运位置源不断传给血符宗。他们想让墨尘一击得手，所以血符宗知道封山大阵每一薄弱，根本不是靠邪术推算。是有人一直在报信。五师兄，昨晚我看到的黑影走路不瘸的，他往灵泉那边走，但后来我又看到另一个高高的影子从柴缝那边绕过来了。两个？一个去灵泉放东西，一个去柴房找周爷爷。2个人都很会躲，但风一吹，一个身上有甜甜的药味，一个身上有铁锈的味道。小丽，过来炒红薯。大师兄，你右手的剑剪怎么变薄了？前几天帮我的时候还扎脸呢。小家伙，你比我想象的聪明太多了。有人扮成亮子去暖阁外喊小丽，什么时候？戌时2刻至3刻之间。那时你在后山边界巡视。留守暖阁外的是谢清微，对方卡的是换防间隙。他能模仿大师兄的声音、神形，还能避开所有人的视线，摸到暖阁外围。这人对宗门作息了如掌。那还等什么？所有人去暖阁守着！他既然能冒大师兄的刑，就能冒任何人的刑。全员扎堆暖阁，反而正中下怀。阵脚无人值守，他就可以趁机埋伏破阵。五师兄，你说坏人为什么非要抓我？因为我身上的小鱼。
因为小黎是福星啊，他们想拿你炼丹。那他们得先抓住我才行。可是小黎跑得可快了。师姐，她要去哪儿？你在这儿？那刚才那个……我看到的你也往灵泉走了，他在同时扮我们2个人，把我们引离阵脚。中计了！晚上风凉，给暖阁熏点桂花安神。剑修反应不错，下次我会挑你端茶的时候，子时换房，我会换个面孔再来。你们猜我会扮谁？你猜我有没有碰过他？大师兄，你怎么了？我在他手背上留了一朵花，下次开的时候，我来接他。大师兄看，好漂亮的花花。魂骨花，血符宗失传100年的寄生符种，入体后潜伏，遇符韵灵气生根。一旦花开，宿主将被施术者远程牵引。墨尘是用这朵花给他打上的锁，能驱除吗？花开之前强行拔除会伤他经脉，只能等花开瞬间，以符韵之力对冲施术者牵引。但那时墨尘肯定会同步出手。坏叔叔给我送了漂亮花花，那我也送点东西给他好了。你种花，我种竹，看谁先发芽。是主阵，之前那些纸人全是辅阵，主阵藏在泉底。墨尘从一开始就在抽灵泉养他那个破阵。朕连着墨尘尘本命，抽走的灵气全部灌给他了。他在借小黎的符文加速恢复修为。坏叔，你吸呀！啊，你吸走的灵气都从我种的竹子里重新长回来了。他把我的阵盘当成自己的花盆了。灵泉底的主阵被小黎反借灵力滋养了我们的灵脉，他用墨尘的阵盘给御风谷灌灵气。他把对方方阵当成一株需要浇水的花，他把它浇活了，从里往外顶烂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是御风谷的小经理呀，师尊说的。金丝子时，我来接花，花若未开，我连盆断。那你来，连盆断，我连人断。你不怕吗？但是我把花浇死了，他就没那么容易找到我了。而且师尊、师兄、师姐都在。这丫头用野花帮咱们补了一整圈阵，她怎么想到的？他没想，他只是觉得土里有东西不好，种点好的把顶出去。他对付墨尘跟对付麻三是一个思路，坏的扒掉，种好的。花还没开，也罢，我连你一起带回去养。剑里有他的符韵，难怪。你踩到我的竹笋了，赔！你连我的符种都能炼化。你把花种在我手上，就开成我的花了呀。现在那朵花变成小竹笋了，长在院墙外面。以后你不来浇水，它就枯了哦。你才几岁？你怎么会？爷爷说鲤鱼跳龙门就能变成龙，小黎还没有跳过龙门，但小黎能跳过一个坏叔叔。墨尘的弟子，你既然来了，就把花带回去。御风谷的小经理会自己种花，也会自己浇花。你们血符宗的花盆，怕是装不下他。坏叔叔走了，师兄师姐姐早点睡，明天还要浇竹笋呢。
小崽子把话种回来了。他把我的魂骨花炼化反种在我身上，那座山的灵脉有了他的根，灵纹扩了3倍不止。金里血脉，它不是符韵，是它本身就是釉里化形。血府追了300年的伪金鳞锦鲤，原来躲在这座废山里。看来他灵智早开。传令下去，第2队明玉子时强袭。他既然会种花，那就让着他的花盆寸草少不生。坏叔叔，你再挖我家土，我就把你的山也种满竹子。六师妹这几根竹子顶我3个月的火。你的灵印变身了。它自己长的。昨晚做我梦见自己变成一条小金鱼，在水里游呀游，后面跟着好多小鱼，数都数不明。小李，想不想去灵泉里玩水？想。他不是人修，他生灵化形，至少血脉里流着的是您里一族最纯正的金鳞血。那他……先别想那么远，眼下要防的是墨尘，应该已经知道了。墨尘老祖说了，小的们先拆篱笆，再刨竹子。定定！竹子，你们连笋都拔不动。回风！我还会这个。这水有鬼，能吞我的血煞！请剑，别出水，水里有你的符韵养着，他们在岸边打不进来。三师兄，竹子越砍越粗，他们快砍不动了。好大一条鱼！回去告诉墨尘，玉峰谷的鱼塘不养坏人。再来，这片竹林就是他的坟场。龙鸾同源，渊底有门，血尽泉窟，开门见。渊底有门，这口泉底下恐怕埋着比玉峰谷更老的东西。这下面有路。这石板里有小李符韵同源的灵犀，同源同质，浓度比灵泉高10倍不止。这底下也有几米血脉的气息。离震渊，福泽千年，临落处，宗门不灭。哎呦！这回是倾巢出动，光阵法就比上次大了10倍不止。六师妹，山歪了好多坏人，你的竹子被拍断了。长，快长！来！我拼了3天3夜练的符印针，所有人靠主旺达！
小云辽，你撑不了太久，你那些竹子根在你的肉里长着，再下去，你的血会抽干。那我不种了，我把手拿开，竹子自己也会长的，它们已经学会自己长大了。墨尘手上在利用同源之力从泉底抽水，泉底山门如果被他拉开缝隙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的灵力压不住他，只有小离同源的金光能堵，但他在暖阁那边撑主网已经耗了大半。里面有什么？不知道，但能感觉出来，门内是水，极深极冷的水。如果被墨尘完全打开，宗门灵脉根基会彻底断裂。师尊那边泉底有东西在动。小离，泉底有扇门，墨尘想把它打开，只有你的金光能堵住。但如果你去，你会很累，会疼。你愿意去吗？门坏了，鱼就没了。小离去堵。血符宗墨尘300年前欠的37条灵童命债，今日该还了。灵鱼阁。他们是追猎残骸灵兽邪修的赏金宗门，怎么会来这里？追着碎片的气息7天，终于找到了。小家伙，你手上的灵印是金灵本灵，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值钱？值钱？能买多少汤糕？今天这单灵鱼阁白送。墨尘老东西，你敢动幼离1根头发，我拆了你那把老骨头！灵鱼阁。多管闲事，小锦鲤，你跑得了山，跑不了渊。你那片金灵迟早是我手里最后一片，下次我来的时候不会只带弟子。我叫殷若水，以后墨尘再来，你可以吹这个，吹一下，灵鱼阁所有人都会听见，不管多远都会来。谢谢若水姐姐，你比坏叔叔好看1万倍。灵鱼阁外巡视疏水，灵泉底内扇渊门，请掌门借一步详谈。金灵7片对应7处上古灵泉封印，青云山这一处是第3封印。墨尘手里那片是暗灵逆灵之影，他用邪术仿造的同源锁，能远清干扰封印开启。他想要的是7灵全部落入他手，打开渊底真正的龙门。但还有一件事，剩下的6处封印中有2处近期也出现了异动，一处在南疆黑水潭，一处在北境寒渊。有人在墨尘动手之前就已经开始动了。墨尘不是唯一冲着金灵来的人。水里有2条鱼，一条往南，一条往北。他们不一起玩吗？还有人在走棋，而且比墨尘走得早。黑水潭封印异动已经持续5日，守镇的本地修士撤出时全员中了水仗，至今昏迷不醒。南疆那边不比这里，潭水自带瘴毒，灵脉常年被黑水浸染，普通的符运灵气未必压得住。小离的金光能净化青云山灵泉的蛊虫，但黑水潭是另一种邪祟，万一反噬他怎么办？我去就行。他不必下山。六师妹，你在想什么？南边那个潭子水不好，但小离的竹子喜欢水，说不定能长过去。师尊，小李去，小李去，潭水不好，种点竹子就好了，跟咱们家灵泉一样，种了竹子水就清了。那边有瘴毒，你不怕？坏叔叔的花我都浇死了。潭水里的脏东西，说不定也怕我的竹子。有意思，掌门让他去，我亲自带路。灵鱼阁负责外围护持，就算他种不了竹子，大不了我把整潭水洞上扛回来。每天都要吃热乎东西，不要光吃糖。遇到坏人先吹哨子。六师妹，你早点回来。虎师兄乖乖看家，竹子我让他们继续长，你记得每天浇3遍蜜水哦。若遇真正危险，不必硬撑，吹哨撤回来。封印可以另想办法，你只有一个。知道了，师尊。瘴毒浓度比我预想的高3倍，符运灵气入水会被稀释的很厉害。他怕我。
哥。恩人，我到处打听才找到这里。封印碎裂时，这个从坛心喷出来，我差点被卷进去。是当年恩人那盒药膏里残留的金光救了我一命。封印现形了，但有人比我们早来过。石台边缘的锁链断了3根，断口是新的。有人从坛底偷东西走了，金丝往北飞。北境，拦截所有从南疆方向北上的不明修者，尤其搜查随身携带金色灵光物体。晚了，东西已过寒渊界碑。南去临北开锁，第2片已到手，你猜第3片在哪里？水边的，是另一伙人，他们和墨尘不是一伙的，但都在抢鳞片。画竹叶画的真丑，还没小提画的一半好看。他不知道偷走的鳞片会自己发芽，找他浇水。他把封印的残留灵机也重活了。北边偷走的不是完整鳞片，是带着他竹根的半成品。那东西到谁手上，谁就被他锁了踪。潭水暴动那晚，我亲眼看到一道黑影从水底翻上来，手里攥着发金光的碎片，然后水面就黑了。那黑影上潭后往北跑，像采了风一样。你种进的碎片里的竹现在成追踪标记了，只要对方没把鳞片彻底炼化，竹根就会一直向它延伸。种好了，以后谁再来偷，竹子会咬它。第2灵归位，竹锁南门，北线已起，若北锁未断，南门不开。果然，7片灵力相互联动，南门封印修复，北境那边的封印会同步被激活。偷走灵力的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替我们打开了一半北锁。灵鱼阁北境分部已经派人在追了，但偷灵之人身份未明，行事风格和墨尘截不符。墨尘是明抢，这个是暗道，连一片灵链都偷得滴水无漏，恐怕不是普通散修。恩人，我考完乡日试了，本想去给你报喜，结果先撞见这个。如今朝那边也知道黑水潭的事儿，官府派我来查，我能不能跟着你们走一段？面哥哥，你胆子比上次大啦！走吧，一路帮我们背糖糕。好，背糖糕，也别输。北境分部消息刚送到，偷灵者露了脸，灰白朝袍，身边跟着一名侍女。3天前在寒渊界碑处短暂露面，他衣服上有灵鱼阁旧印，这人可能跟灵鱼阁有救。第3封印，东境沧浪滩，封印处于半暴露状态，目前无势力驻守。去东境，北临到手，南临已封。第3片必须在墨尘反应过来之前拿到。主上，玉峰谷那根竹根须真的不会泄露方位？他种进鳞片的东西不是活物，是灵力。灵力冻不死，只能休眠，所以不能去那100里之内给他感应的机会。这小东海还挺粘人。你冷呀？那等春天再长吧。主上，竹根须自己缩回去了。他感应到了，然后主动关闭了追踪。他不想跟了，还是他等着我自己送上门？等你来，小驴再给你种一颗，种在耳朵后面，你就甩不掉啦。他去东境了，而且折返了。因循使，他们在寒渊冰壁上采到残留灵力样本，是金灵同源，但那片灵是假的，是有人用冰成的仿品。真正的第2片金灵不在北域。恩人，干粮备好了。面哥哥，你怀里那个金闪闪的东西，能不能给我看一眼呀？第2片片灵一直在他身上，那个人在南昂露面之后根本没走，他一直在附近看着。这片一直在他身上。
所以北那条线是纯幌子。那个人故意在我们面前演了一出偷临北上的戏码，让我们把注意力全部引向北边。那他为什么不直接抢？我3天前在潭边昏迷过一阵，他完全能拿走的。这个人摸了他，但他没拿走，放回去，意味着他在等。等我们拿着鳞片去找下一个封印，他跟在后面一网打尽。他想让我们当开路人。主上为何不取？东西就在那书生怀里。取欺骗难，那小崽子每碰片鳞就会中一道根，拿得越多，他锁我锁得越牢。不如让他把鳞片养熟了，我最后摘果。这小崽子种东西的本事比我想象中有用，他在鳞片上留根，我借他的根反向追踪其他封印的方位。他种下的每一颗竹子都是为我标的路。你种竹根，我种你。第3封印，冬季沧浪滩。小黎在鳞片上做的新标记，直接把第3个封印的方位标出来了。他刚拿到鳞片5尸，就把下一个位置找出来了。我问他，他就告诉我他兄弟在哪儿。面哥哥，你背了他3天都没问他，他当然不理你。东南沧浪滩第3封印已自起，小黎正在往那边去，但灰衣人也在同步转向。他手中的竹根须此刻应该正指向小黎干粮袋里的第2片鳞。岂不是走哪儿他都知道？是。你往南看，我往南走，但不告诉你我走哪条路，你自己猜吧。主上，这小崽子居然会改我的追踪方向，还条有脑子的鱼。主上，还是往东。往东，他既然玩方向游戏，我就陪他玩一局。